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播放一段我10月11号给会员直播的一个片段。那在这个片段中呢，我主要讲了2部分的内容。一个呢，就是央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杂志的撰文。那在撰文中呢，他提到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那这句话呢，好像恰恰和很多人的感受呢刚好相反。很多人呢觉得这些年的钱被稀释的很厉害啊，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那这种矛盾和反差究竟该怎么理解呢？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了最近人民币急剧升值的过程中，央行对人民币的一个调控啊，尤其是央行在2020年10月12号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调降到0%。那这个呢，又该如何理解呢？下面呢，就请大家观看我直播的片段，希望呢大家有所收获。好，我们开始啊。这周呢有几个事情呢。对，我看群里面有朋友让我解答一下，就是2个事情，一个是就是央行行长易纲他在《金融时报》不是发了一个文章嘛？其实《金融时报》它是央行下面的主管的一个报纸，所以易纲几乎每次写文章啊或者接受采访，他都是通过《金融时报》这个媒体去刊出他的文章的。那他的效率呢，其实没有《求是》杂志那么高了。《求是》杂志的政治定位肯定是更高的，对吧？政治站位非常高。易纲他是央行行长，但是他并不是央行的党委书记啊。央行的党委书记是郭树清，郭树清同时也是银保监会的主席和党委书记，对吧？所以说肯定是《求是》的那个文章更重要了。然后易纲呢，他更偏向于执行层面，对吧？包括在《金融时报》里面的发文，他更偏向于具体的一些内容和处理。那大政方针呢，大的思路框架呢，还是在郭树清的那篇讲话里面啊。所以这是这2个的不同。那易纲在《金融时报》里面呢，他也讲了一些东西啊，我们重点看几点吧。我们先把这个说完，然后再说这个上市公司哈。第一点呢，他就说这也是老话了，他说就保护好这个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要让这个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它本身呢还是想强调，就是目前这种信用货币体制啊，这个准则它不会变啊，就不会走这种债务货币化的道路。就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讨论嘛，说这个国债赤字化，对吧？国债货币赤字化，然后让央行直接去一级市场买这个国债，然后给财政部提供资金，不是之前有这个争论嘛？那这种争论呢，现在已经消停下去了。这个肯定是央行他们不同意的，而且也不会这样做的啊。所以他说这句话就是还是这个意思，就不会去走那个债务货币化的那个道路啊。至少现在还不行，对吧？他也说了要珍惜当前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对吧？这个就是他说珍惜这种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啊，所以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对吧？他这个原话在这个文章里是这样说的。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他这个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轻易不会去走这个债务货币化的道路啊。就比如像那些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对吧？他们后面不是印钱嘛？那种印钱真的是无毛印钱，对吧？他直接央行上去买国债、买地方债、买企业债，甚至买银行坏账啊，这就叫债务货币化。所谓债务货币化呢，就是通过这个印钱来稀释债务。那怎么印钱呢？其实就是央行下场，对吧？央行直接下场去购买国债、购买地方债、购买企业债，乃至购买银行坏账。那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货币啊，把这些坏账稀释掉，那就必然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恶性的通货膨胀。那这样的话，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就真的变毛了。那之所以现在这些年为什么老百姓老觉得这个票子好像也在变毛，钱在贬值呢？那是因为现在这个钱呢，通过信用货币的派生啊，它去了很多这个资产价格领域啊，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啊，或者说是股票啊、金融资产领域。所以说老百姓感觉好像这个钱也在贬值，但实际上呢，中国的房地产大家知道，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金融属性的一个商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属性，对吧？所以说它的这个你感受的这种票子变毛，更多的其实体现在这个资产价格的通胀，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物价的通胀啊，比如说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啊，所以这个还是有质的区别的，不一样的啊。如果是信用货币的模式呢，
其实呢就是房价涨，对吧？其实它也可以跌啊。但如果你要是走了这个债务货币化的道路，就是真正让票子变成像委内瑞拉呀、津巴布韦这种变毛啊，那是另外一种路数，对吧？那叫债务货币化啊，央行直接下场去买各种坏账烂账。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的。目前呢，我们还是信用货币制度啊，这个原则没有打破。货币的供给来源啊，不是靠央行，主要还是靠商业银行，就是商业银行进行信贷的派生，对吧？有更多的贷款就有更多的存款，有更多的存款就有更多的贷款啊，它就玩的是这么一个路数。然后调节的方法和策略和工具呢，就是靠存款准备金率啊，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然后给商业银行释放准备金，释放了准备金以后，商业银行就可以用这部分钱进行信用派生，对吧？进行贷款，贷款完了以后转化为存款，存款再转化贷款，它有一个货币乘数在，对吧？我给大家也讲过多次了，这是我们中国目前的这个货币派生的一个机制，对吧？就是商业银行的信用派生，这个我们的规律呢还没有打破，至少到今天没有打破。你如果去跟说硬要跟那个委内瑞拉啊，或者跟那个民国时代的金圆券啊，或者是跟这个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候比啊，那不是我们不是一个现在不是一个轨道上，没有可比性啊。它那个已经走向债务货币化了啊，就已经就是疯狂的没有无毛印钞嘛，就随便用央行去买稀释这种坏账，所以我们今天还没到那个路上。但是不能保证啊，央行自己也说了，我们尽可能长的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对吧？但是不能保证未来就不实施这种非正常的货币政策，对吧？如果将来出现明斯基时刻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金融风险，那不能保证央行就是也会进行一些非常规的操作啊，比如效仿美国的这些QE 类似的这种操作啊，央行直接下场子去填补这个窟窿。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信用货币 M2 已经210多万亿到220万亿了，对吧？这么大的体量，将来出现一个这个信用的坍塌啊，或者是明斯基时刻，那央行一定要下场去这个狠劲拼杀的，对吧？下场去这个狠劲努力的啊！如果他不拼命努力一下的话，那这个坍塌太可怕了，对吧？从200多万亿咣当一下给你来一个腰斩，那很多人就是这个不光是说失业了啊，那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会有社会性的这种问题了。好，这个是给大家讲这个第一点啊，讲的有点时间长啊，讲了这么多。第二点，我们讲一下他讲这个汇率啊，他说这个纵观全球啊，成功经济体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不仅包括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啊，也包括汇率的基本稳定啊。他说如果汇率发生较大贬值呢，那即便是本国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按本币计价上去了啊，那这个按美元计价或者国际储备货币计价也会下来啊。这个说的是就是很多国家发生的事儿啊，都发生过，比如说那些拉美国家。就是你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时候 GDP 在不停的上升嘛，当然呢遇到危机以后，不是有很多国家会出现货币贬值嘛，比如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啊，那个时候泰铢贬值啊什么的，你看着好像本币计价的这个 GDP 还在增长啊，但是如果你换成美元，其实你这个 GDP 是在下降的，对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货币呢还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区间啊，就是汇率方面呢不要出现较大的贬值。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就结合群里面那天正好昨天一个消息是吧，就说央行的这个他把这个远期结售汇的这个存款准备金啊，就准备金率从0提到了2%，那就从20%降到了0啊，又降下来了，对吧？这个是目的是干嘛呢？啊，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他觉得人民币现在升值升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央行啊，他在这个去年把这个打破7这个点上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冒险动作的。其实破7的时候，当时引发了很多人的恐慌，也引发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对吧？是不是一破7就一过而不可收拾了？是不是一过去以后就回不来了？那事实上来看呢，央行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啊，它的控制手段确实很高明。那破了7以后，这次还能让你回来，你这样的话给大众和老百姓的一个心理，给市场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就是非常可控啊？这个咱们开个玩笑话，可防可控是吧？就是可防可控，真的是贬值可防，对吧？这个升值可控，所以可防可控，就给你这样的感觉啊。所以他们的操作的技巧和能力非常非常高啊，非常有水平。再加上这个国际形势也配合，疫情的控制也配合，对吧？也有大量的外资和资本的流入啊，给了他这种契机，确实是达到了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效果和预期啊。我们不得不说，天时地利人和啊，加上心理的预期调控，央行都做到了啊，确实他达到了这个水平。那
现在因为人民币整体上已经升值5%左右了，非常大的比例升值。那到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希望再进行这个猛烈的升值，因为再升值的话，对国内的出口企业也会形成比较大的打击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对这个升值趋势啊进行一下这个逆周期调控啊。你知道中国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逆周期调控，对吧？我们要涨高了我们要调一调，跌了也要调一调啊。所以这就是逆周期调控，所以就来了这么个事儿。那这个东西呢？远期结汇保证金其实调过多次啊，比如说在15年8月的时候，当时贬值比较剧烈的时候啊，我们就从0调到20%，对吧？然后这个把这个贬值的这个趋势啊给它压抑啊，抑制。虽然它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不能完全控制住，但是可以有短时间的，比如2-3个月啊，可以有一个回调，有一个控制，或者让它贬值的幅度慢一点啊，这个是有作用的。那第二次呢是在2017年9月，它从呢20%又调回到0%。但在2017年，我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个年份啊，这个年份的人民币升值也是非常猛烈的，对吧？它从这个7以上6.9吧，一路又升到6.2、6.3这个水平，所以说这个升值也是幅度过大了啊，所以它又把20%又调回0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升值的这个势头呢啊，给它逆周期调一下啊。那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三次是2018年的8月啊，当时是贸易战引发了人民币的一个剧烈升值，而且快要破7了。所以那个时候央行呢，他就把这个准备金从0又上调到20%啊，这个延缓一下这个贬值啊，所以这已经是第4次做这个事儿了啊，也没什么好奇的啊，就是如果你关注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央行已经做了第4次了啊，这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明白了，就升多了它就要就控制一下，不要升太多，贬多了啊，那我就要预防一下啊，所以可防可控。好。然后呢，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吧，就是因为结合这个事情，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央行的上海总部啊，也是最新的消息，就截至9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2.94万亿，对吧？环比增加1374亿，所以你就看到银行间的市场有资金在进来啊，源源不断的进来啊，环比的增加的数额还挺大，那外资进来买的都是什么呢？啊，他买的主要就是最保险的国债啊，加上这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债啊，就是国开行啊、进出口银行啊、农业发展银行啊那些这个机构的债啊，就是安全性非常高，所以他们买的就是为什么外资会源源不断的进来呢？包括这个9月份环比增加这么好呢？啊，大家想一想啊。因为利差的原因，这个利差非常大，息差，对吧？现在中国的10年期国债已经3.2%了，对吧？然后美国这边10年期国债在0.74%，利差有将近这个2.5个百分点，是吧？这250个 BP， 非常高的利差，再加上人民币还在一个升值的趋势，那外资当然要流入了，对吧？流入赚这个息差和赚这个升值的钱，干嘛不赚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段以来啊，就是中国今年。以来啊，确实占了很多的好处啊，就是说这个利用了这个疫情防控的优势。第一个呢，出口创汇啊，多赚钱；第二个呢，这个旅游少出去花钱，对吧？就是买旅游这些变少了啊，所以多赚了外汇，少花了外汇。同时呢，资本向下啊，也就是投资的资本向下，又吸引了资本的流入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资本向下所以说在这个就是外汇这一块呢。啊，它今年是满打满赚的啊，可以说是调控的非常好。所以说这块的风险呢，这个是今年最不重要的风险，或者最不明显的风险。以前年份大家懂的，对吧？像在15年的时候股灾的时候，还有18年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资本外流的风险我们是一直有的，经常是会出现资本外流的风险和这种资本外逃的这种倾向，对吧？但是在今年呢，这个我可以明确的说，这个不是问题啊！今年这个不是问题，今年是这方面相反控制的最好的啊！今年可能有风险的地方在哪儿呢？啊，就在比如说前一阵子出现了恒大啊，或者有些机构暴雷啊，这些这个债务的这个内债的狂飙突进，到了下半年到了一个还债的高峰了啊！包括房地产的这个萎靡啊，对吧？今年你看到了它的这个风险不在国际收支向下啊，不在外循环这块，它在内循环啊。内循环比如消费很低迷啊，国庆大家也都感受到了什么？当然堵车肯定是感受到了，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消费的低迷啊？就是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旅游的人次少了20%啊，旅游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少了30%，对吧？下降还是非常多的啊。当然，这个官媒的用的这个词非常好，它叫同比恢复啊，同比恢复80%，同比恢复70%啊，给你感觉好像还变好了，实际上是同比下降。所以说呢，
这个消费啊，这一下子扯远了。这个消费呢，还是比较萎靡的。这个消费这块啊，包括内循环这块呢，是我们今年风险防控的一个重点啊。在这个外循环方面呢，反而是无忧的啊，因为这个整个外贸非常好，加上资本向下又有资本流入啊，所以这块的风险反而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好，这个是说到了这个汇率这块啊，给大家引申了一下。好了，今天呢就先讲这么多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